在浩瀚的科学探索中，始终悬着一个终极谜题：在万物起源之前，究竟存在着什么？现代宇宙学告诉我们，大约138亿年前，一场无法想象的巨变拉开了宇宙的序幕。一个炽热而极致致密的起点瞬间爆炸，在空间急速冷却的狂潮中，最初的粒子与原子悄然凝聚，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仰望的无垠星海。然而，在这场创世大爆炸发生之前，一切仍被浓重的迷雾所笼罩。也许，时间与空间本身就与大爆炸同生共长，那是一道现有物理定律无法穿透的认知世界，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从未就此止步。大爆炸当真是一切的起点，亦或只是宏大宇宙史诗中的某一个章节？今天，我们将踏上这场探索之旅，循着现代科学的前沿足迹，重构时间的源头，审视颠覆认知的宇宙新发现，一同窥探那些超越大爆炸之外的壮丽图景。大爆炸理论这些年被捧得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连质疑它都像是在质疑科学本身。但你仔细想想，一个理论如果真的完美无缺，为什么连他自己的提出者都觉得哪里不对劲？先说暴胀理论。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物理学家阿兰·古斯提出了暴胀理论，说宇宙在大爆炸后极短时间内经历了一次指数级膨胀，瞬间从量子尺度扩展到宏观尺度。这个理论解释了宇宙为什么这么均匀，这么平坦，听起来很漂亮。但问题是，暴胀理论有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就是起点。广义相对论在起点处彻底失效，物理定律全部崩溃，你没法说起点之前发生了什么，因为连之前这个概念本身都不存在。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觉得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在把问题藏起来。就好比你问一个人，你昨天去哪儿了？他说昨天不存在，你能满意吗？更扎心的是，2023年，包括3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33位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质疑暴胀理论不可证伪。你要知道，在科学界，不可证伪几乎等于骂人，意思是说，你这理论跟算命差不多，怎么解释都行。暴胀理论的支持者说，暴胀确实发生了，因为宇宙看起来是均匀的。反对者说，就算没有暴胀，宇宙也可以是均匀的。你拿一个无法排除的假设来当证据，这不是科学，这是信仰。我认为反对者更有道理。一个理论如果无法被实验证伪，那它就不再是物理，而是形而上学。然后韦伯望远镜上天了，事情变得更热闹。韦伯望远镜发现了人类迄今观测最远的天体，编号叫莫姆-Z14，红移14.44，位于大爆炸后仅2.8亿年，光传播了135.3亿年才到我们这里。你以为这就是个破纪录的新闻？关键在于，这个星系已经相当成熟了，有复杂的化学成分，说明已经经历了几代恒星的演化。2.8亿年听着挺长，但在宇宙尺度上，这就是个刚出生的婴儿。一个婴儿星系不应该这么老成。还有更离谱的，韦伯望远镜
发现了一个叫泽夫杠7329的星系，形成于大爆炸后近8亿年，但它的恒星质量超过了银河系。要知道，银河系可是演化了130多亿年才有今天这个规模，人家8亿年就超越你了，这在标准模型里根本说不通。因为标准模型认为，早期宇宙的星系形成需要暗物质晕先聚集起来当种子，但8亿年的时候，暗物质晕还没来得及长那么大，这个星系就已经成型了。你怎么解释？就好像你去种树，种子还没埋下去，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这不是扯吗？2025年4月，韦伯望远镜又搞了个大新闻，发现了一个叫大轮的螺旋星系，直径10万光年，质量是银河系的5倍，形成于大爆炸后仅20亿年。完整的螺旋结构，成熟的旋转动力学。按传统理论，这个时期的星系应该还是小型未成熟的阶段，结果人家已经是个发育完全的成年人了。意大利天文学家坎塔卢波说得很直接，他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谜。再来说暗能量，长期以来，暗能量被当作一个常数，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永远不变。但2025年3月，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公布了一项重磅结果，暗能量光谱仪基于1500万个星系和类星体的数据，发现暗能量的状态方程参数 W 不是常数，而是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变化了。具体来说， W 跨越了-1这个临界值，从幽灵区域演化到了精致区域，这种演化模式叫精灵 B 型。暗能量密度在过去45亿年间下降了大约10%，统计显著性达到4.2到4.3西格玛。虽然没到5西格玛的黄金标准，但已经相当有说服力了。有意思的是，这个精灵理论最早是中国科学家张新民在2004年提出的。这次暗能量光谱仪的发现，恰好验证了他20多年前的预言。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赵公博团队牵头做了这个分析，上海交大、清华、北大都参与了。我觉得这事儿挺提气的。中国科学家在宇宙学最前沿的工作一点不比欧美差。暗能量如果不是常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那个赖以生存的标准宇宙学模型，那个兰姆达冷暗物质模型，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如果暗能量在变，那宇宙的未来就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样简单加速膨胀到永远，它可能会减速，可能会收缩，可能会反弹。你看，这又回到了大爆炸之前有什么这个问题。2025年3月18日，普林斯顿大学领衔的国际团队公布了阿塔卡马宇宙学望远镜的最新成果，给我们拍了一张宇宙婴儿期的高清照片。这张照片展示了宇宙诞生38万年时的样子，分辨率比之前的普朗克卫星高了5倍，灵敏度提升了3倍。这是人类第一次直接看到原始氢氦云的偏振运动轨迹。这些数据把宇宙年龄锁定在138亿年，误差不超过0.1%，相当于把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数量误差控制在1根以内。但与此同时，这张照片也让标准模型的一些统计异常更加显眼了。你看得越清楚，裂缝就越明显。说到裂缝，我再给你一个大的。2021年，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博士生亚历克西亚·洛佩兹
在木夫座附近发现了一个弧形结构，横跨33亿光年，叫巨弧。3年后，他又在同一个区域发现了一个环形结构，叫大环，直径约13亿光年，周长约40亿光年。如果肉眼能看到的话，它在天空中相当于15个满月那么大。这2个结构距离地球约92亿光年，而且靠得非常近，可能同属一个更大的宇宙结构体系。你可能会说，宇宙那么大，发现几个大结构有什么稀奇的？稀奇在于宇宙学原理，这是现代宇宙学仅次于广义相对论的第2基本假设。预测宇宙中最大结构的尺度不应该超过12亿光年，超过这个尺度，物质分布应该是均匀的。但巨弧33亿光年，大环40亿光年周长，都远远突破了这个上限。就好比你说海面是平的，结果我在海面上发现了一座30公里高的巨浪，你还能说海面是平的吗？截至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大宇宙结构是5仙北冕座长城，横跨约100亿光年。100亿光年什么概念？可观测宇宙的直径才930亿光年，这个结构占了可观测宇宙的1/10以上。这些超大尺度结构在标准宇宙学框架里根本不应该存在，但它们就在那里。你说气不气人？微波望远镜还发现了一件更诡异的事，通过深场巡天，天文学家分析了263个遥远螺旋星系的旋转方向，结果发现逆时针旋转的星系比顺时针的多出50%。标准模型预测旋转方向应该是随机的，各占一半，但数据显示，红移越高，即越早期的星系，这种不对称性越明显。这意味着宇宙在大尺度上可能不是各项同性的，也就是说，宇宙可能有一个偏好的方向。如果这是真的，宇宙学原理就不仅是有裂缝的问题了，而是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好了，说了这么多标准模型的麻烦，你肯定在想，那大爆炸之前到底有什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几个理论，每一个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都让人脑壳疼，但每一个都让人忍不住想往下听。先说一个拿过诺贝尔奖的老爷子的理论，罗杰·彭罗斯，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彰他证明了黑洞是广义相对论的直接预测。但这位老爷子拿奖之后没消停，反而搞出了一个更炸裂的理论，叫共形循环宇宙学，简称3个 C。3个 C 的核心思想说起来简单，宇宙不是只炸了一次，而是无限次循环。上一次宇宙的终点就是这一次宇宙的起点。大爆炸不是创世，而是一次交接仪式。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个接力赛，每一棒跑完，把接力棒交给下一棒，无限循环下去。但彭罗斯的循环和你想的那种膨胀、收缩、再爆炸的循环不一样，它的循环不需要收缩阶段。在他的理论里，宇宙会一直膨胀下去，膨胀到最后，所有有质量的粒子都衰变成了光子，整个宇宙只剩下能量，没有质量。而光子没有质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们不体验时间，也不知道尺度。一个只有光子的宇宙，在数学上可以通过一种叫共形映射的变换，跟一个无限小的点等效。也就是说，一个无限膨胀的死寂宇宙，在数学上
等价于下一次大爆炸的起点。这个数学技巧叫共形映射，也叫保角变换。说白了，就是保持角度不变但改变尺度的数学操作。彭罗斯用这套数学把一个宇宙的尾巴和下一个宇宙的头无缝接了起来。我第一次理解这个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因为这意味着宇宙不需要收缩就能循环，跟我们直觉中的弹簧式循环完全不同。但理论再漂亮，没有证据也就是数学游戏。彭罗斯声称他找到了证据，他从普朗克卫星观测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数据中找到了大约30个异常的亮点，他称之为霍金点。这些点的能量、强度和温度都明显高于周围，形成条件极其苛刻，在一个宇宙周期内能形成的数量非常有限。彭罗斯认为，这些霍金点是上一个宇宙中黑洞蒸发后留下的痕迹。黑洞蒸发理论是霍金提出的，所以这些点被命名为霍金点。说白了，就是上一个宇宙的黑洞尸体穿越了宇宙边界，在我们这个宇宙的婴儿照片上留下了胎记。彭罗斯还找到了12个同心圆辐射印记，他认为这是前一个宇宙中超级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痕迹，其中有5个环对应了5次大规模事件。这些同心圆的温度方差异常低，在微波背景辐射中呈现出一种不该有的规律性。相关论文发表在2020年10月的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论文标题叫《微波辐射中存在霍金点的明显证据》。老爷子还写了一本科普书，叫《时间周期：宇宙的非凡新观点》，专门讲这套理论。说实话，我查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心情挺复杂的。一方面，30个霍金点和12个同心圆印记听起来很有说服力，毕竟这些异常是真实存在于微波背景辐射中的。另一方面，主流宇宙学界对彭罗斯的理论接受度很低。批评者指出，这些所谓的霍金点和同心圆很可能只是统计涨落加上数据挖掘的产物，意思是你在一堆随机数据里总能找到你想要的模式，就像你在云朵里能看到兔子也能看到龙，但云朵自己并不知道它像什么。还有人指出，彭罗斯的共形循环宇宙学理论要求所有有质量的粒子最终都衰变成光子，但质子到底会不会衰变，目前没有任何实验证据支持。质子衰变是一个未被验证的假设，如果质子不衰变，这套循环机制就断了。那我站哪边？我认为彭罗斯的共形循环宇宙学理论是当前所有前大爆炸理论中最大胆也最有观测证据支持的一个，但这个支持还不够硬。30个霍金点和12个同心圆印记确实是异常信号，但如果要说服主流宇宙学界，需要更严格的统计检验和独立验证。我站共形循环宇宙学的方向，但保持谨慎。它提供了一个真正可检验的框架，这一点比暴胀理论强，因为暴胀理论被批评为不可证伪，而共形循环宇宙学至少给出了可以在微波背景辐射中验证的预言，只是目前的证据还不够强。4.2西格玛的水平说服不了大多数人。不过有意思的是，彭罗斯的理论虽然争议大，但他打开了一扇门，一扇大爆炸之前可以有东西的门。
在这扇门后面还有更疯狂的理论等着你。如果彭罗斯的理论让你觉得太玄乎，那接下来这个理论可能更对你的胃口，因为它至少在物理基础上比较扎实。圈量子引力理论由阿贝、阿西提卡、李斯莫林和卡洛罗威利等人发展出来，是目前将引力量子化最有希望的候选理论之一，跟弦理论并列为两大方向。圈量子引力的核心思想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空间不是连续的，而是由一个个微小的环圈组成，就像一条绳子是由一根根纤维编成的。存在一个最小的空间尺度，叫普朗克，长度大约是10⁻35次方米。比这个尺度更小的空间没有物理意义。你可以把空间想象成一张照片，远看是连续的，近看全是像素点，只不过空间的像素小到10⁻35次方米，你永远不可能直接看到。这个空间由最小单元的设定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推论：起点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因为起点的定义就是无限小、无限密，但空间有最小单元，物质不能被无限压缩。当宇宙被压缩到接近普朗克尺度时，会达到一个极高但有限的密度。此时，一种纯粹的量子几何排斥力开始起作用。这种排斥力来自空间本身的量子结构。当物质被塞进最小的空间单元后，空间会弹回来，阻止进一步坍缩，并推动物质向外膨胀。这个反弹的时刻就是大爆炸。但在圈量子宇宙学中，它不应该叫大爆炸，应该叫大反弹，因为宇宙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段收缩阶段，收缩到普朗克密度后反弹，开始了我们这一轮的膨胀。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个弹簧，先被压缩到极致，然后弹开。大爆炸不是弹簧从无到有，而是弹簧从被压到极限后弹开的那一瞬间。反弹之前，宇宙有多小？根据圈量子宇宙学的计算，反弹前宇宙的尺寸比现在小大约50个数量级。50个数量级是什么概念？你把一粒沙子缩小到原子大小，再缩小到原子核大小，再缩小到质子大小，这一路下来也就10几个数量级。50个数量级，你的大脑根本没法直观理解这个数字，就像你没法想象100亿年和1000亿年的区别一样，都超出了人类日常经验的范围。圈量子宇宙学里还有一个概念叫普朗克星，是量子引力效应在极端密度下形成的一种高密度核心，像一颗种子，存在于黑洞或宇宙最深处，阻止了起点的形成，为反弹提供了条件。这个概念让我觉得挺浪漫的，在最黑暗最密集的地方藏着一颗会反弹的种子。那圈量子大反弹有没有观测证据，这就难了。目前圈量子引力理论本身还没有被实验直接验证，因为它预言的效应主要出现在普朗克尺度上，而人类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也只能探测到10⁻18次方米的尺度，还差17个数量级。但圈量子宇宙学有一些间接的可检验预言，比如它可以解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一些统计异常，比如功率谱抑制和透镜振幅异常。这些异常在标准模型里是不那么舒服但不致命的小问题。
2024年6月，还有一篇论文发表在《宇宙学和天体粒子物理杂志》上，提出原初黑洞可能形成于上一个收缩阶段的密度波动，而这些原初黑洞可能就是暗物质的来源。如果这个假说被证实，那全量子宇宙学将同时解决2个大问题：大爆炸之前有什么，以及暗物质是什么。还有一个跟圈量子引力不同的循环理论，叫活宇宙模型，由保尔斯坦因、哈特和尼尔图罗克提出，基于弦理论中的膜概念。在这个模型里，宇宙不是从起点炸出来的，而是由2个膜在11维时空中碰撞产生的。你可以想象，2张平行的大骨皮在震动，当它们碰到一起的时候，碰撞的能量就转化成了我们宇宙的物质和辐射。碰撞之后，2个膜弹开，我们的宇宙开始膨胀，最终膨胀减速、停止、逆转，2个膜再次靠近，再次碰撞，新一轮宇宙开始。活宇宙模型的名字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大火。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就是一团大火，在诞生、冷却和再生中永恒循环。你看，2000多年前的哲学家居然跟现代物理学家想到了一块儿去。2025年4月，还有一个更另类的模型出场。阿拉巴马大学的理查德·刘提出了一种瞬态起点模型。在他的框架里，宇宙除了初始大爆炸之外，还经历了一系列瞬时时间起点。注意，这些起点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维度上的，它们的影响瞬间遍及整个宇宙空间，呈阶梯式爆发，驱动宇宙膨胀。最神奇的是，这个模型不需要暗物质和暗能量，就能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和星系结构形成。它脱胎于刘此前引力无需质量也能存在的假说，不需要引入任何负质量或负密度的概念。这个模型发表在《经典与量子引力》期刊上，目前还很新，同行评议和实验检验都需要时间。那我在这一些理论里站哪边？我认为圈量子大反弹是目前物理基础最扎实、逻辑最自洽的前大爆炸理论。它不依赖于未被验证的弦理论，不依赖于未知的膜结构，只需要把广义相对论跟量子力学在普朗克尺度上结合，就能自然地消除起点。量子排斥力替代起点，这个思路比起点处物理定律失效要合理得多。物理定律不应该在某一点突然失效，如果失效了，说明你的理论在那一点不适用，你需要一个更基本的理论来替代它，而不是捂住眼睛说那里什么都没有。至于活宇宙模型，我认为它数学上很有创意，但它依赖于弦理论的膜概念，而弦理论本身至今没有被实验验证，这就有点像在沙滩上建城堡了。瞬态起点模型则太新了，需要更多同行检验。但所有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大爆炸不是一切的起点，在那之前有些什么东西发生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大爆炸之前到底有什么？这个问题太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给你讲一个更近、更让人不安的发现。还记得前面说的巨弧和大环吗？33亿光年的弧形结构，40亿光年周长的环形结构，都远远突破了宇宙学原理允许的12亿光年上限。
但这些还不是最夸张的。人类目前发现的最大宇宙结构是5仙北冕座长城，横跨约100亿光年。100亿光年可观测宇宙直径才930亿光年，这一个结构就占了可观测宇宙的1/10以上。你怎么在一片应该均匀的沙漠里找到一座100公里高的山？而且这不是一座巨湖、大环、5仙、北冕座长城，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超大结构，它们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宇宙在大尺度上不是均匀的，宇宙学原理可能是错的。韦伯望远镜还发现了一件更诡异的事，通过深场巡天，天文学家分析了263个遥远螺旋星系的旋转方向，结果发现逆时针旋转的星系比顺时针的多出50%，而且红移越高，也就是越早期的星系，这种不对称性越明显。这意味着宇宙在大尺度上可能有一个偏好方向，它不是各项同性的。如果宇宙有偏好方向，那整个标准宇宙学模型的根基就被抽掉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一直以为你站在一个平坦的舞台上，突然发现舞台是倾斜的，你所有关于平衡的假设都得重新来。有意思的是，这些发现韦伯望远镜看到的早期星系太成熟，超大尺度结构不应该存在，星系旋转方向不对称，暗能量可能不是常数。它们单独拿出来，每一个都可以说是观测误差或者统计涨落，但当它们同时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了。就好比一个人偶尔咳嗽，可能是呛到了，但同时发烧、咳嗽、流鼻涕、浑身酸痛，你就得承认他感冒了。标准宇宙学模型现在就像是这个同时出现一堆症状的人，你不能每次都用统计涨落来解释。那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大爆炸之前真的一无所有吗？我的回答是，大概率不是。彭罗斯的共形循环宇宙学告诉我们，上一个宇宙的黑洞可能在我们的微波背景辐射里留下了胎记。圈量子宇宙学告诉我们，宇宙可能先收缩再反弹，大爆炸只是一次弹开。活宇宙模型告诉我们，2个膜的碰撞可以产生一个宇宙。顺态起点模型告诉我们，宇宙膨胀可能是一场阶梯式的接力。这些理论未必都对，但它们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爆炸不是起点，只是转折。说真的，我查了这么多资料之后，反而比之前更平静了。因为你发现没有，不管大爆炸之前有什么，不管宇宙是循环的还是反弹的，不管暗能量在不在变，你现在依然躺在床上，听着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这些138亿年前发生的事，无论多么惊天动地，此刻对你的影响就是让你打了个哈欠。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宇宙无论怎么折腾，最后都会给你留下一个可以安静躺着看星星的夜晚。我以前觉得宇宙起源这个问题让人焦虑，因为它意味着一切都有一个终点。如果宇宙有开始，那它就会有结束。但现在我觉得，如果宇宙真的是循环的，如果大爆炸只是一次反弹，那终点就不存在了。每一次结束都是下一次开始的铺垫，每一个宇宙的灰烬里都藏着下一个宇宙的种子。这不是鸡汤，这是物理。当然，这些理论最终是对是错，不取决于你信不信，也不取决于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而是取决于望远镜和实验。微波望远镜还在天上看着，暗能量光谱仪还在巡天。中国的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计划也在西藏的阿里地区盯着微波背景辐射。也许10年后、20年后，我们就能确切知道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到那个时候，你在床上听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宇宙故事了。但在那之前，你可以先安心睡觉，因为不管宇宙之前有什么，它都没能阻止你此刻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挺了不起的。晚安。